接棒拜登代表美国民主党出征大选1个多月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终于要接受媒体专访了。当地时间29号晚9点，他和副手沃尔兹将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公开亮相，阐述他们的政纲。但外界注意到，这场专访是预先录制好的，这引发共和党人群起而攻之。哈里斯为何对接受专访这件事如此小心谨慎？来看报道。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与搭档沃尔兹紧锣密鼓地踏上摇摆州拉票。当地时间29号，两人抵达佐治亚州，开启了为期2天的巴士拉票活动。外界注意到，这次的巴士巡游与往常不同，哈里斯的竞选团队精心定制了一条路线，主要是前往一些在过去并不受到民主党政客关注的地区。You are leaders. By the very fact that you all are here in this room, doing what you do at this incredible school. 佐治亚州是决定今年大选结果的重要摇摆州之一。美国总统拜登在2020年的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为其最终赢得大选奠定了基础。最新民调显示，当前哈里斯和特朗普在佐治亚州的支持率处于缠斗状态，双方纷纷加大对该州的投入。这已是哈里斯1个月内第2次到访，而特朗普本月初也在这里举行了集会。 就在哈里斯搭乘巴士在佐治亚州拉票的同时，民主党方面发布了首条抨击特朗普的竞选广告，将他和不受欢迎的保守路线图2025项目联系起来。广告在佐治亚州首发，并将在其余的摇摆州大量播出。 And severe cuts to Medi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Donald Trump may try to deny it, but those are Donald Trump's plans. 长期研究美国大选的专家表示，在总统竞选中拿下摇摆州，一般有2个重要指标：时间和金钱。自哈里斯参选以来，特朗普团队已经在佐治亚州花费将近3300万美元投放广告，主要是用负面信息来定义哈里斯。相较之下，哈里斯团队之前投放的2300万美元广告，主要用于向选民展现自身的积极面，但收效较小，所以这次制作了截然不同风格的广告。哈里斯也不差钱，自宣布参选以来，他已经吸金约5亿美元。 外界更为关注的是，哈里斯和沃尔兹将在当地时间29号晚9点亮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是哈里斯接棒拜登参选以来首次接受媒体专访。他上一次坐下来和媒体面对面对话还是在6月底。此后，哈里斯的团队一直高度限制他与媒体互动，除非有脚本，否则只会在往返竞选活动的路上进行非常简短的回答，遭到特朗普多次公开嘲讽。 She's not doing any news conference. You know why she's not doing it? Because she can't do a news conference. She doesn't know how to do a news conference. She's not smart enough to do a news conference. And I'm sorry, we need smart people to lead this country. 舆论将哈里斯此次专访形容为机遇与挑战并存。如果能够在关键问题上阐述有别于拜登的政纲，例如完善他在北卡罗来纳州提出的住房计划，将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哈里斯的计划包括多建300万套房，并设立400亿美元的专项基金，来鼓励地方政府建造更多的经济适用房。但这一规划遭到不少经济学家质疑，认为可操作性太低。 民主党战略家詹格雷科预测，经济话题将是哈里斯和沃尔兹此次访问的重中之重，可能会进一步细化他对改善平民生活的政纲。此外，由于这是沃尔兹接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以来接受的首个专访，预计他还将展现自己的口才，继续攻击被他称之为怪胎的共和党对手万斯。 值得注意的是，主导这次专访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家主播达纳巴什，他也是特朗普和拜登6月底电视辩论时的主持人。有观察指，这是哈里斯团队在考察和面试多个美国主流媒体之后做出的谨慎选择。达纳巴什的采访风格较为平实，鲜少打断采访对象，也很少尖锐追问。更重要的是，他曾2度专访哈里斯，是哈里斯竞选团队较为熟悉的媒体人。 哈里斯团队之所以慎之又慎，是因为他多次在专访中翻车。最为人熟知的是哈里斯在担任美国副总统初期，在一场专访中做出了被美国舆论形容为驴唇不对马嘴的回答。You have any plans to visit the border? I'm here in Guatemala today. At some point, you know, we are going to the border. We've been to the border. So this whole thing about the border, we've been to the border. We've been to the border. You haven't been to the border. And I haven't been to Europe. And I mean, I don't understand the point that you're making. 也有舆论分析，哈里斯当时是吃了准备不足的亏。后来他会在每一次采访前接受特别训练，全力备战的效果不错。
在去年10月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采访，以及6月底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中为拜登辩护时，哈里斯都表现轻松。不过，熟悉哈里斯的人士说，他不是一个演讲高手。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那样重要的场合，哈里斯也仅只是带着标志性笑容，四平八稳地讲完了自己出身于移民家庭、步步攀登的美国故事，难以根据现场情况进行更有感染力的互动，与前总统奥巴马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形成鲜明对比。据消息人士透露，哈里斯的最新专访实际上是提前录制好的，只是在29号晚在佐治亚州率先播放，引发共和党人群起而攻之。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嘲笑哈里斯，这是在躲避记者39天后，终于鼓起勇气接受的一次预录访问。共和党人还喊话，要求哈里斯解释为何放弃了他在2020年短暂的总统竞选中提出的一些政策，包括全民医保。But if you go on KamalaHarris.com right now, or at least 30 minutes ago as I did, the amount of policy that is on her page, and I don't mean good policy, bad policy, what I agree with, what I disagree with, is zero. 8月27号是赖清德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第100天，民进党当局正和蓝白阵营对撞，与大陆对抗，就连在绿营内部，民进党赖系也与非赖系较劲儿，角力不断。岛内媒体用一个字形容赖清德就任100日，那就是斗。不过，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谋独，有实力不济；推动以美谋独，又不断被美国收割。台军在年度实弹射击演练上再次出包。由于今年的汉光演习因台风取消，台军不少部队的年度实弹射击科目延宕至今。8月26号至27号，台军在屏东方山靶场实施天马操演。台军邀请媒体参观新式桃2B 发射车进行实弹射击训练，这也是台军采购的100辆美制 M1167悍马底盘桃式反坦克导弹发射车抵台后首次进行实弹操演。26号下午，方山靶场天气为阴雨天气，但台湾陆军269旅依旧出动4辆新到货的桃2B 反坦克导弹发射车发射实弹。由于美国方面依然没有交付任何一发桃2B 反坦克导弹，因此本次操演发射的是17枚库存的老式桃2A 反坦克导弹，攻击各种海上靶标。然而这次射击结果并不令人满意，17枚反坦克导弹中仅有8枚命中静止靶板，命中率仅为41%，其中对2公里外船型靶的命中率更是只有25%。这次演习出包让台湾各界大跌眼镜，因为相较于台军已经拥有的2型桃式发射车，这批新的桃2B 发射车的命中率应该会更高。据了解，这批新的桃2B 发射车搭载的 M41A7 改进型目标捕获系统，整合了新的昼夜瞄准系统，拥有更高分辨率的热成像系统，而且射手可使用辅助自助追踪系统自动锁定目标。理论上，这套系统的稳定度、命中率会比老系统更好。这种尴尬的射击结果也引发岛内民众批评，有岛内民众指责美国提供的都是残次品，也有台湾退役老兵表示射手素质不佳，要是战时紧张环境会全部脱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美国方面迟迟不交付新的桃2B 导弹，台军的反坦克导弹库存目前处于打一发少一发的窘境。那这一批的旧弹已经放了15年了，超过15年了，所以也就是说，你这个飞弹经过超越了这个授期，第二个是美国的这个军火商透过美国的政治的力量压迫台湾，一次就要买足。那时间一到的时候，这个旧弹全部都要淘汰的话，你就会出现战力的空气。好，所以这个情形已经很多年了。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以武拒统，越来越力不从心。台湾行政机构日前称，将投入2840亿元新台币预算，筹建量产7艘潜艇，单价约352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78.3亿元，竟然比原型艇单价约69.4亿元还要贵出12%。这样的哄台物价行为备受岛内舆论质疑，预计这样不合理的预算也会引发民进党与国民党、民众党之间的激烈攻防。台潜艇制造小组前召集人黄曙光曾表示，希望2025年海鲲号能够完成战备，2027年希望能再有1艘自造潜艇下水。但有岛内媒体爆料称，这一目标还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尤其是原型艇海鲲号甚至连海试都没有完成，距离战备目标仅剩1年半不到，怎么看都是来不及。实际上，台军方对黄曙光的盲目乐观心存疑问，因为台湾地区的造船厂从无潜艇建造经验，而且关键设备都来源于欧美厂商，受到国际政治影响，无法掌握供货情况。
此外，台行政机构8月中突然宣布，台船董事长郑文龙卸任，临时换将引得台军方议论纷纷。这一起的潜舰哦，民进党急着要建功，哦，要有所表现，所以他推动的非常急，很多的准备的那个事项都还没有完成，所以它变成有点像杂牌军一样。8月27号是赖清德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第100天，岛内舆论纷纷为其打分，但给出的普遍分数都是不及格。有观察指出，赖清德上任这100天可以说是负面新闻满天飞。从民进党籍前台湾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遭到羁押，到近日台南帮陆续爆发丑闻等，都让赖团队的形象大打折扣。台湾资深媒体人赵少康直言，赖清德的表现比前领导人蔡英文更糟，赖清德未来执政绩效堪忧。自称一生只监督赖清德一人的中国国民党籍明代谢龙介评价称，赖清德现在三面树敌，未来死路一条。谢龙介发文称，赖清德面临3个困境：一是两岸冰封，赖清德当选后竟贩卖所谓两国论，煽动两岸对立对抗，阻挠两岸良性对话，破坏两岸关系；二是挑动政治对立，民进党失去在台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赖清德心有不甘，用仇恨和谣言煽动绿营支持者分裂台湾，阻挠民生政策推行；三是民进党内斗，赖清德纵容亲信霸凌非赖系，致使民进党内部非赖系结盟自保。民进党内斗都是要见血的，一定得有一方认输或者被消灭才能罢手。谢龙介怒批赖清德不肯认清局势，最终会祸起萧墙，同是操戈。谢龙介用8个字来评价赖清德上台100天：三面树敌，死路一条。在两岸关系上，赖清德斗字当头，引发外界强烈担忧。他多次宣称两岸互不隶属。根据台行政部门22号核定的下一年度总预算，防务整体预算高达6470亿元新台币，约合1441亿元人民币，比今年增加7.7%，创历史新高。23号，赖清德又在金门炮战纪念活动上称其为所谓两国对抗产物，再次贩卖两国论谬论。台湾联合报还总结了大陆方面的反制措施，指出首先是加强军事准备和海域执法，所谓的海峡中线和金门禁限制水域都已被抹除，解放军持续绕台，海警强势巡航。其次是大陆祭出成毒新规，对台独展现坚定打击的姿态，同时释出促进民间交流的信号。有分析就认为，若赖清德在两岸关系上持续硬对抗，大陆必定以硬手段来回应。民进党当局在企图以武谋独的同时，还不断推动以美谋独，但这次却踢到了软钉子。据岛内媒体爆料，就在沙利文访问北京前夕，美国政府拒绝了赖清德想上演过境美国本土以窜访中南美洲的老旧戏码，而只准他的飞机经停夏威夷。而民进党方面其后又宣布，将于本月底派出秘书长林右昌代表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窜访美国，但美国已经声明不会安排政府官员以及民主党党务系统人士与其接触。观察指出，美国大选选情焦灼之际，赖清德当局显然是不识相。拜登政府没有趁机打台湾牌所释放的信号就是，他们很显然不希望民进党添乱。